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终极移民指南》可以考虑的7个国家一书的播放权，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链接购买此书。现在给大家朗读。作者菲尔·罗森。介绍：离开自己的祖国重新开始是一个令人生畏但令人兴奋的前景。对于许多中国中等收入人士来说，移民的愿望是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更高的生活品质和更大的个人自由。如果您是希望移居国外的人之一，那么研究和了解各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和机会至关重要。本书就是为了说明你做到这一点。在本指南中，我们将向您介绍最适合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7个国家。我们将概述每个国家的移民制度，解释移民到每个国家的好处，并重点介绍中国移民的热门城市。我们还将提供有关生活成本、平均工资、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如何申请永久居留权的资讯。我们知道选择新家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决定，特别是如果您是第一次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因此，本书旨在为您提供全面的资讯，以说明您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希望本指南对于任何希望重新开始并在国外创造更美好生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为什么中国中等收入移民选择移居？决定搬到一个新的国家通常是出于对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机会的渴望。就中国中等收入移民而言，他们选择移居国外有几个原因。主要原因之一是寻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职业前景。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许多中等收入人群仍在努力获得提供稳定和长期财务保障的高薪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对更好生活品质的渴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也导致了许多城市地区的高污染、交通拥堵和过度拥挤。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可以提供更清洁、更健康的环境、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更多的休闲娱乐机会。对于一些中国中等收入移民来说，搬家的决定也是出于对个人自由和自由表达能力的渴望。中国严格的审查法和有限的言论自由，对于那些想要分享观点或追求创造性企业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重大障碍。总体而言，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迁移是为了为自己和家人寻求更好的生活。通过移居国外，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经济前景、更高的生活品质和更大的个人自由。选择移民国家时要考虑的因素。在考虑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时，重要的是要考虑一系列因素，以确保您选择适合您需求的目的地。以下是需要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移民政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移民政策，因此研究您正在考虑的每个国家的签证和居留要求非常重要。确保您了解资格标准、申请流程和所涉及的费用。经济机会。寻找经济和就业市场强劲的国家，特别是在需要您的技能和经验的行业。考虑平均工资、生活成本和职业发展机会。生活品质。考虑国家的整体生活品质，包括安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因素。寻找拥有强大社会安全网、良好公共服务和高生活水平的国家。文化契合度。考虑该国的文化契合度，特别是如果您有家庭。寻找您和您的家人可以轻松融入当地文化并找到社区意识的国家。语言。考虑该国使用的语言以及您是否愿意用它进行交流。如果您不精通当地语言，请考虑您是否可以轻松访问资源来学习该语言，或者是否有说您的母语的人社区。气候。考虑该国的气候，特别是如果您有特定的健康需求或偏好。寻找气候适合您偏好并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国家。政治稳定。考虑国家的政治稳定，特别是如果您正在寻找长期稳定和安全。寻找政治环境稳定、犯罪率低、人权记录良好的国家。通过考虑这些因素，您可以找到最能满足您需求并为成功移民体验提供最佳机会的国家。第1章，加拿大。加拿大移民制度概述。加拿大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包括中国中等收入人士。加拿大移民制度旨在吸引能够为该国经济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技术工人、企业家和投资者。以下是加拿大移民制度的概述。快速入境。快速入境是一项联邦计划，用于管理希望永久移民加拿大的技术工人的选择。要获得该计划的资格，
您需要满足3个联邦经济移民计划之一的要求：联邦技术工人计划、联邦技术贸易计划或加拿大经验类。快速通道系统使用基于积分的系统，根据年龄、教育、工作经验和语言能力等因素评估候选人，然后邀请得分最高的候选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省提名计划 PNP 旨在满足加拿大各个省和地区的特定劳动力市场需求。每个省都有自己的 PNP， 提名具有填补当地工作力短缺所需技能和经验的候选人。要获得 PNP 的资格，您需要满足省或地区的特定标准。家庭赞助，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担保他们的家庭成员作为永久居民来加拿大。要获得资格，担保人必须满足某些要求，被担保的家庭成员必须符合某些资格标准。商业移民，加拿大还有几个旨在吸引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为经济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创业签证计划、自雇计划和魁北克投资者计划。总体而言，加拿大移民制度旨在吸引可以为该国经济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技术工人、企业家和投资者。该系统非常灵活，提供了多种移民途径。对于希望移居新国家的中国中等收入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加拿大的好处：加拿大因其强劲的经济、优质的公共服务和高生活水准，对寻求移民的中国中等收入人士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以下是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加拿大的一些好处：强劲的经济，加拿大拥有多元化的经济，拥有强大的技术、金融和自然资源等行业。这为技术工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等城市。高生活水准，加拿大在生活品质方面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它拥有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出色的公共医疗保健和高标准的教育。多元文化社会，加拿大是一个热情好客、包容的国家，拥抱多样性。它有大量的华人人口，特别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城市，使中国中等收入移民更容易融入加拿大社会。安全可靠，加拿大是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家，犯罪率低，生活水准高。这为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及其家人提供了安全感和安心感。移民友好政策，加拿大有一个移民制度，旨在吸引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工人。快速入境计划和省提名计划都是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在加拿大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优质教育，加拿大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大学和学院，教育标准高，注重研究和创新。这使得它成为想要接受高等教育或让孩子在加拿大学校上学的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总体而言，移民加拿大可以为中国中等收入移民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热情和多元化的社区以及良好的就业机会。加拿大强劲的经济、高品质的生活和包容的社会。加拿大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热门城市。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拥有大量华人。它是一个主要的经济中心，在各个行业都有很多就业机会。多伦多还拥有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和许多不同的社区。温哥华位于加拿大西海岸，拥有庞大而繁荣的华人社区。它以其美丽的风景、温和的气候和强大的经济而闻名。温哥华也是国际学生的热门目的地。里士满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城市，华人占多数。它位于温哥华附近，在金融、技术和旅游等行业提供许多就业机会。万锦是安大略省的一个城市，以其多元化的社区和强大的华人人口而闻名。它拥有蓬勃发展的商业社区和各行各业的许多就业机会。卡尔加里是阿尔伯塔省的一座城市，以其强劲的经济和能源、技术和金融等行业的就业机会而闻名。它的中国人口也在不断增长。蒙特利尔是魁北克省的一个城市，拥有庞大而多样化的移民人口，包括一个重要的华人社区。它是一个主要的文化中心，非常注重艺术和娱乐。渥太华是加拿大的首都，华人人口不断增长。它以其强劲的经济和政府、技术和旅游业等行业的就业机会而闻名。总体而言，这些城市为中国中等收入移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多元化和热情的社区以及高标准的生活。
对于那些希望在加拿大开始新生活的人来说，他们是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加拿大的生活费用和平均工资。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可能因城市或地区而异。以下是一些一般成本和平均工资，让您了解预期情况。住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主要城市的住房成本可能很高。在这些城市，两居室公寓的平均费用从每月1500加元到2500加元不等。然而，蒙特利尔和卡尔加里等其他城市的住房成本较低。食品，加拿大的食品价格通常负担得起，从超市到餐馆有多种选择。平均而言，在便宜的餐厅用餐的费用为15至20加元，而在中档餐厅用餐的费用为50至70加元。交通，公共交通在主要城市随处可见，单程票价从3至5加元不等。由于保险和维护成本，拥有汽车可能很昂贵。平均工资，加拿大的平均工资因行业和地点而异。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主要城市，技术工人的平均年薪从6万加元到8万加元不等。科技和金融业通常提供较高的薪水，而酒店和零售行业的薪水较低。税收，加拿大的税收制度是累进的，这意味着您赚的越多，您缴纳的税款就越多。联邦所得税税率从 15% 到 33% 不等，具体取决于您的收入水准，而省级所得税税率因省而异。总体而言，加拿大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可能很高，但也有许多薪水具有竞争力的工作机会。重要的是要研究您正在考虑的特定城市或地区的生活成本，并考虑住房、交通和其他费用的成本。加拿大的医疗保健系统。加拿大有一个公共资助的医疗保健系统，称为 Medicare， 为该国所有居民提供全民覆盖。这意味着大多数医疗必要的服务，如医生预约和医院就诊，都由政府承担。以下是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的一些主要特征。全民保险，所有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有资格获得医疗保险，无论其收入或病史如何。初级保健，加拿大的大多数医疗服务由初级保健医生提供，他们是通往其他医疗服务的门户。患者可以选择自己的初级保健医生。医院护理，所有医疗保险受益人都免费提供医院护理，尽管患者可能需要支付某些服务的费用，例如私人房间或电视。处方药，处方药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但许多加拿大人有私人健康保险来支付费用。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加拿大拥有强大的教育体系，重点是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并为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教育系统由公共资助，所有儿童都必须上学到16岁。以下是加拿大教育系统的一些主要特点。免费教育，公立学校从幼稚园到12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免费接受教育。高等教育，如学院或大学，不是免费的，而是由政府补贴的。优质教育，加拿大在提供优质教育方面享有盛誉，许多大学和学院都名列世界前茅。双语教育，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许多学校提供英语和法语教学。注重技能发展，加拿大的教育系统非常重视技能发展和为学生准备工作力，这包括合作社和实习计划，以及技术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职业培训。总体而言，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为该国所有居民提供高品质和可访问的服务，这使得加拿大成为寻求高标准生活和优质公共服务的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中国移民如何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确定您的资格。要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必须满足某些要求，例如语言能力、教育、工作经验以及健康和安全许可。选择一个计划，有几种途径可以在加拿大获得永久居留权，包括快速入境计划和省提名计划 （TNP）。确定您有资格参加哪个计划以及哪个计划最适合您的需求。创建在线个人资料，如果您有资格参加快速通道计划，请使用您的个人资讯、教育、工作经验和语言能力分数创建在线个人资料。获取申请邀请 ETA 快速通道系统使用基于积分的系统对候选人进行排名，然后邀请得分最高的候选人通过 ETA 申请永久居留权。申请永久居留权，如果您收到 ETA， 您可以在60天内申请永久居留权。这涉及提交各种档，例如教育和工作经验证明、远景证明和体检。等待决定，提交申请后，
您需要等待决定。这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可能需要额外的资讯或采访。收到您的永久居留确认书，如果您的申请获得批准，您将收到永久居留确认书，该确认书允许您永久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如果您通过 PNP 申请永久居留权，流程可能会略有不同。您需要申请您想要居住的特定省份或地区，并满足他们的特定资格要求。总体而言，在加拿大申请永久居留权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进行研究并确保您符合您感兴趣的计划的资格标准非常重要。您可能还需要考虑聘请移民律师或顾问来说明您完成申请流程。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